你好，我是乐心。上一集我们配置好了每天1000次免费额度的 Gemini CLI， 今天我们要正式开启对讲机模式的代码实操，不用切换浏览器，直接让终端里的 AI 帮我们写一段视频动画代码。我们今天的目标很简单，零基础配置视频环境，并制作一个带有物理弹簧效果的动态名片。在让 AI 写代码之前，我们需要花1分钟准备好案板。第一步，去官网免费下载 VS Code 代码编辑器，它是程序员的高级版记事本。下载并打开免费的 VS Code 编辑器，直接点击右下角的 Continue without signing in 不登录继续。默认外观主题 Build with AI Agents， 配置权限和自动化程度。今天的视频采用 Plan 模式。接着在 VS Code 顶部菜单栏点击 Terminal 终端 New Terminal 新建终端，在底部弹出的命令行窗口输入 Node-V 并回车。这条命令是在检查你电脑上是否安装了 Node.js。这里如果报错显示 Command Not Found， 请立即停止，去 Node.js 官网下载并安装 LTS 版本。安装后重启 VS Code， 如果正确显示了版本号，说明底层环境就绪。我们可以继续下一步，在终端中输入指令 npx create video at latest。npx 作用是临时下载并运行 create video，这是 Remotion 官方提供的专门用来快速搭建视频代码的工具。回车后，系统就会开始自动下载并为你搭建一个 Remotion 的初始模板项目。首先是选择模板 Choose a template， 我们使用键盘方向键，选择 Hello World A playground with a simple animation 并回车。这个模板内置了基础结构和一段现成的动画，能让你最快在本地看到代码渲染成视频的真实效果。自定义你的 Remotion 项目名称，比如 My Video， 和依赖库如 Tailwind 的 CSS， 这是一种进阶样式工具。这里我们先选 No。Add Agent Skills， 添加代理技能。选择 Yes 后 ，Remotion 会在项目里自动生成一份专供 AI 阅读的底层规则文件，这相当于给 AI 下载了一份最新的官方操作手册。后续 AI 在帮你代写视频代码时，会先读取这个规则，从而写出严格符合官方规范的代码，大幅减少报错。选完之后，你的屏幕上如果也出现一段关于 Git 的红色报错，不用理会，这只是因为你的电脑尚未配置 Git 全局账号，无法自动做第一次代码版本记录。只要看到提示 Project has been created nonetheless， 并且下方出现了大写的 Skills 字符，就说明项目文件已创建。我们继续往下走。现在进入了 AI 技能的专属安装界面，系统询问 Installation Scope 技能作用意时，按回车保持默认的 Project 当前项目，绝对不要选 Global 全局。记住一个原则，叫专使专办。我们只希望 AI 在这个文件夹里写视频代码时遵守规则，不能让它去干扰你以后做其他开发项目。安装方式 Method 保持默认回车。Proceed with installation 是否继续安装，选择 Yes。至此，我们的视频工厂和 AI 底层规则就完美搭建完毕了。One-time prompt Install the Find Skills skill， 这是一个帮你自动发现其他 AI 技能的通用小插件，直接选 Yes 回车安装即可。终端最底部的最后一行，系统在问你是否要用 Windows 自带的记事本 Notepad。打开这个项目，这里果断选 No， 按回车，因为记事本没法运行复杂的代码环境。稍后我们将用高级版的 VS Code 来接管它。框架建好后，我们直接按照终端里给出的3行官方指令
来启动开发环境。第一步，输入 cd my video 并回车，意思是让终端进入我们刚建好的项目文件夹。第二步，输入 npmi 并回车 ，i 是 insert 的缩写。稍微等待进度条跑完。第三步，输入 npm run dev 并回车，这是启动本地渲染引擎的指令。回车后，你的浏览器会自动弹出一个网页，这就是我们的实时预览监视器。看到这个画面，恭喜你，你的第一个代码视频工程已经成功跑起来了。你可以把下方这些蓝色的条理解为剪辑软件里的轨道。不同的是，这里的每1秒钟每一个像素的跳动，都是由代码精准控制的。中间这行字提示我们，修改 src root 点 tsx 并保存即可刷新。但今天我们不打算手动去改代码，我们要把这个活交给 Gemini CLI。回到 VS Code， 点击编辑器左侧的文件树，展开 src 文件夹。现在项目已经在 VS Code 里打开了。别被左边这一堆文件夹吓到，对于新手来说，你只需要关注 src 这个目录。刚才我们在浏览器里看到的画面，其核心逻辑都藏在 src hello world 点 tsx 这个文件里。我们先来观察这个界面。VS Code 被分成了上下2部分，上半部分是代码编辑区，现在正打开着 hello world 点 tsx。下半部分是终端面板 terminal， 当前状态显示现在的终端正在运行 npm run dev。我们要新建一个并行窗口来呼叫 Gemini CLI。点击下半部分面板右上角的加号按钮，下拉箭头选择 New Terminal， 这样你会得到一个干净的命令行提示符。在新的空白光标处输入 Gemini 并回车。Gemini CLI 已经成功启动。Connect VS Code to Gemini CLI。是否允许它直接安装一个 VS Code 插件来增强联动？直接选 Yes 并回车，开启这个官方推荐的联动模式。如果大家像我一样看到这一行红字，提示自动安装插件失败，不用慌，这是网络波动或者权限拦截导致的自动安装失败。只需要手动去 VS Code 的插件市场，搜索并安装 Gemini CLI Companion， 这不影响我们接下来的代码创作。接下来，系统问是否要自动帮你配置终端快捷键，直接选一 Yes 并回车。现在可以看到下方的 Insert模式是开启的 ，Workspace 正确指向了项目 My Video。No Sandbox 表示没有开启隔离沙盒。Gemini CLI 默认在本地运行，如果不特意配置 Docker 或远程环境，就会显示 No Sandbox。当前的 Remotion 视频制作入门学习阶段完全不需要去配置。Model Auto Gemini 3，这代表 AI 正在根据问题难度，自动在 Gemini 3模型中切换。现在配置流程全部走完， Gemini 已经准备好大显身手了。黄色大于符号是 Gemini CLI 的命令提示符。输入这段话，请参考 @src_hello_world 点 tsx 的结构，在 src 目录下新建 mycard 点 tsx。需求：深色背景，中心白字，乐心 Lexin Labs。下方快乐学习，用心分享。请使用 Spring 引擎实现文字从底部弹跳进入。
完成后，告诉我如何在 src root 点 tsx 中注册并预览它。AI 接收到指令后，第一步先去读了 root 点 tsx。中间那一长串 MD 文件列表，是 Remotion 官方总结的最佳实践说明书。AI 发现你要写代码，于是主动请求翻阅这本说明书。这一串长长的列表就是 AI 正在加载的专业技能包。我们直接按2，选择本绘画允许。OK， 我刚才只是下达了一个模糊的指令。观察终端的输出，它自动创建了 mycard 点 tsx， 还帮我改好了复杂的 root 点 tsx 注册逻辑，并且指导我如何进行实时预览。回到刚才打开的浏览器窗口，在左侧的 compositions 列表中，能看到除了 Hello World 之外，多了一个 mycard， 这就是生成的第一版初稿。接下来我们通过自然语言调优让它优化。不需要去学什么复杂的 CSS 动画属性，你只需要像跟设计师沟通一样，告诉他我要层级感，我要渐变色，我要分先后弹出。由于我们开启了 Auto Accept Edits， 它会自动覆盖旧的 mycard 点 tsx。 你可以直接要求指定字体。如果你有 IP 形象图片，将图片放入项目根目录下的 Public 文件夹中。如果追求品牌的一致性，直接引用图片资源是最稳妥的选择。不管 AI 帮我们迭代了多少版，最终我们要的是视频文件。现在我们退出交互模式，下达最后一击指令 npx remotion render。Remotion 正在调用你电脑的 CPU 算力，把刚才那一行行 React 的代码逐帧渲染成高清的点 MP4 视频。回想一下，从初始化环境到显出这个带弹簧动效品牌色的名片，我们一行代码都没手写，全程只是在跟 AI 聊天。渲染完成，打开这个只有几百 KB 的 MP4 文件，你会看到一个符合要求风格的动态名片。整个过程我们并没有在剪辑软件里拉关键帧，也没有去调整复杂的曲线。我们只是作为一名指挥官，通过 Gemini CLI 传达了我们的审美偏好和品牌需求。剩下的所有工程细节全部由 AI 代理完成。通过这2期视频，我们成功跑通了 Gemini CLI， 并零基础写出了第一段视频代码。为什么要费劲学习用代码来做视频？答案很简单，因为代码是可以规模化的。以后我们还会继续深入学习更多高阶的玩法。如果你对这种全自动化视频生产线感兴趣，一定不要错过。我是乐心，快乐学习，用心分享，记得点赞、订阅，我们下期见。